好，那么下面呢，我们开始咱们今天的正式课程啊。今天呢是这个墨谷课，墨谷课画的内容啊仍然是这个田世光先生的这个花鸟作品啊。我们把他的这种工笔画呢，给它改成墨谷画。那么前面呢，我们已经改了3章了，对吧？今天是第4章，就凑成了咱们，凑成了老师想要的这个4条屏了啊，凑成4条屏了。那么这张画其实是更长一点的，接近于一个4尺的这种调屏啊，上面还有一半，上面还有没有一半，还有1/3吧，我给截掉了啊，上面还有一部分我给裁剪掉了，所以呢，我们正好裁剪成我们需要的这个尺寸，因为上面呢是这么竖直上去的一些荔枝啊，画不画的也无所谓了啊，咱们主要一个是学习技法，对吧？另外一个是这个需要这个画面啊，那么现在的这样一个构图，它也是一个完整的构图。那么这个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它基本上是由一根这种斜向左方的这个左上方的这个树干啊，树干呢把这个画面一分为二，对吧？一分为二，上面一只鸟，这边一只鸟啊，类似于一个八卦图，对吧？这种感觉。然后这两边的这个枝子啊，这个荔枝，一个是向下啊，一个是向左下，从右边啊向左下，一个呢是从左边往右上这么长的这么一个构图。那么稍微分析一下啊。另外我们再看一下它的一个位置关系啊。第一只小鸟呢，因为截了之后啊，我是偏高了一点，偏高了一点，不然的话咱们这个2尺画不下去。所以首先我们到时候要确定好第一只小鸟的位置啊，千万别画大了啊，这个小鸟啊千万别画大了，画大了这个构图就不好看啊，不好看就会有问题啊。所以我们画的时候，我们先从今天这一章啊，我们先从这个荔枝开始画啊，从前面这一组荔枝开始画，然后再穿枝干，然后呢再来画这个上面一只飞行的小鸟啊。基本上这种花鸟画的一个构图啊，花鸟画的这种调平的构图呢，它是有一定的规律，它基本上是呈现一个 S 型的啊，它无论它是对角啊这么摆还是怎么摆，它基本上都是呈现一个 S 型啊。如果整体来看，这个荔枝那其实是在左下，对不对？整个画的构图是这样转过去，从枝干又转上来，然后呢再往上走。它根据它的一个长度，长度越长，它的这种 S 型啊，它会延的越长啊。长度短一些，基本上都是简单的一个 S 型或者一个之字形。之字形呢，其实就是我们讲的 S 型啊。我的这个，大家呢尽量啊还是用咱们的这个什么颜料啊，这个吉祥颜料啊，大家尽量准备一下吉祥的颜料啊。那个颜料呢就是沉淀物特别大啊，好多同学我看交了作业里边啊都是用的玛丽颜料，杂质特别多，影响画面效果啊。那么画这个墨谷呢，我们就用吉祥颜料了啊。首先我们从荔枝开始，那么荔枝呢，基本上这个叶是在1/3，最高点呢是在1/3的这个线上面啊，所以看一看大致差不多就可以了啊。稍微低一点，高一点的，不要太高啊，太高了小鸟没地方了啊。所以呢，你就尽量是在这个2平尺的1/3上面1/3处。那么首先我们调一个叶片的颜色啊，我发现好多同学啊找不到小黄车吗？小黄车没有小黄车吗？不会吧，我忘放了吗？应该有吧。好多同学调的那个叶片的颜色有一点偏暗啊，有点偏暗，都喜欢拿一个花青墨的这么一个颜色，大胆一点。画墨谷画呢，咱们这个颜色可以稍稍的，要鲜亮一点点，好吧？不要太保守了。有的同学就特别保守，画出来的这个颜色啊，没有必要。稍微颜色稍微活泼一点点啊，比如说你是可以用花青是没有问题，但是花青里边你再稍微加一点绿，那么这个颜色就会好很多啊。
比如说，如果是吉祥的这个颜料，我们对应着这个盒子里边这个名称，我们找一找，放反了，找一找啊，转过来。那么浅葱啊，浅葱这个颜色要比花青要浅，你看到没有？调出来是一个天蓝色啊。首先我们要认识颜色，那么这个颜色，调我们的这个叶片可不可以呢？也可以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想再深一点点，这个颜色当然太浅了，对不对？那么就是本蓝，本蓝在中间的上面这个啊，中间上面这个呢就是本蓝，本蓝这个颜色它就比较暗一些，看到没有？它比花青，比我们的花青色呀还要深，所以这两种颜色我们给它调一块儿，目前这么一看，接近于花青的一个颜色，对吧？是不是？所以你首先对中国画的颜料要熟悉啊，对于它的色相要非常的了解，然后呢，再用这个颜色我们再来调的话，就比较明确了啊。那么这个颜色有一点太老气啊，稍微加点藤黄。那么就可以调成个绿色，或者直接用绿色也行啊，直接用这个绿行不行呢？也可以啊，用这个绿吧，直接用这个上面这个绿青啊。那么这个绿，那么它就是一个绿色，对吧？加了一点本蓝之后，它还是比较深的一种绿色。那么其实就是咱们需要的。另外调色，我今天在看作业的时候啊，调色的时候，很多同学这个颜色用的特别浅，特别浅啊。比如说这个颜色啊，它画上去纸上的时候，它毛笔还特别干，完了画的还特别浅，边缘几乎干了之后，几乎是很虚的一种感觉，就太弱了。像墨骨画，我们可以大胆的把这个水分呢积在上面啊，让它干了之后，边缘有一滩这个水印啊。只要不是特别过分啊，不是特别明显的水印都可以啊，所以不要害怕。好了，那么继续我们加一下这个本蓝啊，本蓝一加，这个绿呢就更绿一些，对吧？那么再加一点这个本蓝，刚刚加的是浅葱啊，浅葱它比较亮一些，加一点本蓝，它又暗一些。那么这个绿差不多了，差不多。我们作为一个基本的颜色啊，这个绿呢就差不多了。那么还要调一个反叶的颜色啊，基本上声音小吗？今天我是用的那个大家说这个说声音比较远的那个耳机啊，用的那个耳机，没有用那个麦克。如果声音小，我换那个麦克，好吧？反正咱们这个设备呢还比较齐全啊，随时都可以换，不小啊，正好吗？没事啊，那我换一下吧。1分钟，我们再调一个啊，再调一个这个三绿的一个颜色啊，作为一个反叶，三绿加一点赭石作为一个反叶，好吧？大家可以自行的调一调啊。刚好，那我就不换了啊。到底怎么样？那我就不换了啊。把自己的设备声音调大一点，好吧？我们再来调一个这个反叶啊，我们用这个这个叫什么花白绿啊，就是我们说的三绿，它比我们说的三绿啊颜色要鲜亮一些啊。三绿的颜色，比如说这个我们管状的这个三绿，这是头绿。管状的三绿呢，它颜色呢是不是这样？它偏粉一些啊，偏粉一些。你看，管状的这个三绿它偏粉一点，
两种不一样的状态啊，偏暗一些。你看对比一下就能看出来，对吧？这个呢它其实偏暗一些，这个呢偏亮一些啊，所以是有所区别的。那么通常反叶里边加一点点这个赭石，吉祥颜料里边这个赭石叫带赭啊，叫带赭，我们加这个带赭的颜色，调成这么一种绿色就可以了。不要直接用3绿啊，千万不要直接用3绿。好多同学直接用3绿，3绿太亮，明白吧？粉气太粉气，所以千万不要直接用。好，我们找好1/3的地方啊，找好一个1/3的地方，就大致1/3就可以了啊。也得给这个上方啊稍微留一点这个位置啊，留一点这个位置啊。上面这个小鸟啊，不然的话会很挤，如果画的太高。首先从这边的叶片，你看看整个的这边叶片，首先不要超过1/3啊，超过这个纵向的1/3处啊。我们画的这些啊，先不要超过了。那么我们先画这一组啊。那么荔枝的这个叶片比较长一些啊，通常呢比较长一点点。什么呀？我交个作业，老师点评叫我2023。啥叫你2023？你交作业了吗？我咋没见你交作业呢？啊，好像交了一次是吧？你看这个颜色就比较接近啊，比较接近这个原画的一个颜色啊，稍微拉近一点，好吧？这个叶片的颜色呢，它就比较接近啊。那么这个颜色其实，你比如说感觉浅了，我们再点2滴啊，点2滴在上面嘛。那么干了之后呢，它就有这种深浅变化啊。这边呢会重一些，头上会重一些，那么这个尖上呢它会浅一些，明白吧？明白这意思哈？不要画太长，千万不要画太长，你要算好啊，算准它的一个大致的一个距离。它不像竹叶啊，它有一点点像这种柳叶啊，比较的柔软一些。竹叶呢，它比较的硬一点点啊，比较硬一点。比如上面呢，稍微有一片，对吧？有一片这么翻起来的啊，有一片翻起来的。这个位置自己啊，对应着啊，自己找好这个位置。对应着咱们的这个图9宫格的图，反叶我们用我们刚才调的花白绿和3绿的这么花白绿和赭石的这么个颜色啊，也是可以稍微往里点一点，可以点一点。感觉不够，你可以多点一下颜色嘛。啊，这一面正面也是啊，感觉颜色浅了，在上面多积攒一会儿啊，这个颜色多积一会儿，那么它就会重一些，干了之后颜色就会深一点。那么有的同学说了，老师这个颜色会不会太单一，对不对？会不会太单一了？可能也会单一一些。如果觉得单一，里边有些地方可以有一些丰富的变化，比如说尖上啊加一点赭石，比如说它下面啊底下呢它有一些加了赭石啊，类似于竹叶啊、柳叶啊这样的都可以啊，都可以采用这种办法。好，那么注意它的一个层次叠加啊，叠加它其实还是分成了像类似于这种啊什么个字形啊、戒字形啊，差不多的一个意思啊。所以呢，咱们学的这些基础知识要活学活用啊，活学活用。
今天给了凡老师整蒙圈了是吗？梁田老师，梁田老师有一回半夜给我打电话，给我吓一跳。半夜1点钟给我打个语音电话，吓死我了。再准备一支笔，一个碟子，我们调一点赭石色。那么如果叶片多了，其实里边要注意什么？分层次。那么层次怎么分？一个是可以用颜色，对吧？用颜色区分，那是最直观的，对吧？所以这个时候，那里边的颜色我们可以深一点，可以暗一点，或者呢，有的地方我们加一点赭石，比如这个加点带赭，觉得带赭，感觉带赭有一点红，这是带赭，就是赭石，我们加一点这个黄土。它不叫土黄，它叫黄土，甚至你加一点点淡墨也行啊，就别加多了。那么有叶尖的地方，它可以稍微点一点，对吧？有点干枯的这种迹象，它不就有了吗？稍微点一点，别点多啊，轻轻的毛笔往上一放，好了。那么继续我们再来看里边的这个层次，我们要把它分出来。什么意思啊？还是来云老师帅，梁田老师也很帅啊。你们这个有点一人一套，是不是？给老师都哄得很开心。所以说别的老师的直播间都不能轻易的去不能轻易去，一去就能揭穿这些谎言，对不对？在这儿说我最帅，完了我哪天去梁田老师那一逛，底下都在评论梁田老师最帅。反页用这个3绿3绿调赭石的这么个颜色。要记住一定要记住这个颜色搭配，好吧？3绿调赭石通常是我们调反页的一个颜色。为什么要加一点赭石？因为3绿纯用太绿了这个颜色太亮了，它有点类似于荧光绿的这个感觉了。好，它再来一支再来一支长一点，穿过来，看准位置差不多就可以差不多就可以了。有点像是这种小竹枝的感觉，对吧？那么这个竹枝在整个这一片这个叶片里面，怎么能够让它更凸显呢？我们可以再给它点一点绿色，点一点这个反叶的颜色前面这一段就3绿色，往里撞一撞。也可以撞一点什么赭石进来这边撞一点赭石进去，对吧？撞点赭石进去，好了。然后这边又出来一片叶片出来一片叶片，比较重一点的叶片。你可以像写意似的一笔这么下来，但是下来之后，假如说是一笔直接下来，有一个什么问题？颜色比较干颜色会比较干。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往里边注入颜色，
起码这个尖儿的地方啊，头部的地方要注入一点颜色，对吧？让它饱满一点啊，颜色干了之后它会比较饱满，否则干了颜色一般干了之后会比较浅，所以你当时感觉有颜色，干了之后可能就没有颜色了。好，这个边上啊收一点啊，收一点往这边来，哎，稍稍有一个什么小翻转，小小的翻转啊，小小的翻转，这个赭石。翻转一点点起来就可以了，类似于竹叶的这种感觉啊，哎，有一点点这个小翻转啊。你看整体呢，老师其实画的并不是特别大啊，看整体，一定要看整体。我没敢放太大，为什么呢？害怕大家呀，一画大了，你明白吧？大家看的特别清晰，容易画的特别大。那你看一下啊，那么我这一片啊，基本上没有超过一个颜料管的这个宽度，对不对？那整个这一组再画下来呢，基本上要保证啊，这一组呢不能超过这个中线，这个1/2中线的地方。所以你看老师这一组啊，收的还是比较紧的啊，收的比较紧，不要画特别大，是不是？怎么了？不能说哪2个字啊？是跑烦了，跑烦了，先看一看啊，先看一看。好，那么接着我们再往下画啊。那么这一组其实和画竹叶差不多，对不对？它一个这个组织感觉也是差不多的这种感觉，只是它没有竹叶那么直啊，它有一些一股扭一股扭的这种感觉，对吧？还有个腰线啊。同样上面加重一点啊，颜色多点一点，那么它自然而然就会重一些啊。这个地方为什么没画上来呢？因为刚才这儿没干啊，我没敢画。等它干了之后，等上面干了之后啊，把这个补上去，压住它。好，那么下面呢，我稍微放大一点啊，再放大一点，大家呢看得更清楚一些。你看水积在上面，那么这一块干了之后，它颜色就会重一些。你看看这边已经干了，干了颜色它会浅一些，看到没有？它本身呢就会浅一些。另外一个，咱们这个颜料啊，它本来就通透啊，这个颜料啊，它本来就通透，它和咱们的吸管颜料不一样，它的颜料颜色呢要亮一些啊，所以干了之后啊，它显得比较通透一些。上面可以重一点啊，到底下呢，哎，可以稍微注入一点赭石进去也没关系。有的地方偶尔来一点点，你看这边加了一点赭石，干了之后，你看看还是有一点点效果啊，比较浅。那么反叶啊，用这个花白绿来个小尖儿。哎，小小的一个叶尖啊，叶尖。
好，这个地方也是夜间呢偏黄一点啊，赭石啊。小尖儿，看来个赭石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把这个形状稍微收一收，把这个形状稍微收一下。稍微收一下，对吧？你看这边干了之后，又有想要变浅的意思啊，可以稍微加一点颜色，再加一加。好，我们再把上面啊，上面还有几片，也是给它加过来。假如颜色积的太多，你看看干了之后就会是这样的一个效果，看到没有？就像我之前打了一个比喻啊，就像小孩尿床了一样，这种感觉。所以你要控制好这个水分的大小，对吧？假如说你不喜欢啊，因为不能所有的地方都是这样明显的啊，特别清晰的这种印记，对吧？那么我们就得有时候得适当的调整一下，比如说上面积的太多了，你回头可以用一支干一点的毛笔啊，把这个颜色吸走一部分，干了之后它不至于这么明显。所以要及时调整啊，及时的调整这些。这个是一颗长叶啊，从里边这么伸过来的，继续往里边画。然后里边这块啊又有一小片。那么这个颜色呢，我们可以稍微做一个区分啊，稍微做一个区分。底下可以接一点赭石，那么这个层次啊，它会更清晰一点了，不至于呢都这么笼统，对吧？好，是不是感觉很快啊？今天这张画感觉还挺快啊。我买的是18色啊，买的是18色。工笔画最怕费时，一样的，你时间花了，你能画出一张好画，那就不叫费时，对不对？就怕你花了很多时间，最后呢，花了同样的时间，最后一张满意的作品没有出来，那是浪费时间了，明白吧？时间花了，如果成功了，就不叫浪费时间，对不对？所以总是我认为啊，大家对于这个方面呢是有一个误解啊。很多同学他其实他就是因为考虑到这个问题啊，他考虑到哎呀这个画工笔画多费劲呐，画墨骨画对吧？写一画多痛快呀，一会儿一张一会儿一张，那么你得想一想，你那个写一画一会儿一张，成功率高不高？哎，画了一堆能看的有几张，是不是？你看喵丸的同学啊，他每天特别用心的在画画，还在帮老师打广告。那么他的那个就是啊，上课跟画完了，课下呢继续，该复习复习啊，该画再画。那么最后他的一个成功率就非常高啊，他进步就非常快嘛。等你画熟练了之后，你画一张画就要不了那么长时间了，明白吧？没时间画就另说了。好，那么下面我们把这个红果子啊、荔枝啊，给大家也画一下。我看看我这个到了没有？好像没有到纸的这个，我好像画小了啊，拘谨了。
没有到纸的1/2，没有到纸的1/2，还差了不少啊。不过没关系啊，这边还有一组。画保守了一点点啊，画保守了一点点。稍微画小了一点。我看上面小鸟位置差不多也够。好，差不多啊，差不多，咱们只能是这样进行啊，就这么进行。我们再来画这个荔枝。荔枝呢，它这个颜色，我们首先不管里边的细节，我们先整体啊给它画上啊。整体你可以画上一个朱砂加曙红的这么一个颜色啊，朱砂加曙红的这么个颜色。那么这个吉祥颜料里边的朱砂不叫朱砂，叫上朱啊，上朱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可以调一个这个红啊，这个叫红，两个颜色呢给它加了一块儿，调到一起。这事儿都画不了啊。可以理解，我天天我事儿都多，对吧？我这无业游民还天天一堆事儿呢。一个上珠啊，一个红色加一块儿，这个颜色还比较的红，看到没有？稍微再加一点点胭脂啊，胭脂好像是一样的，就叫胭脂，它叫胭脂。哎，加一点胭脂，也可以加一点点淡墨进来，其实是可以的。不要太亮。好，可以了，就这样啊。加水，这个得画2遍啊。第一遍呢，我们铺一个底色；第二遍呢，我们再来点一下这个里边的这些深的地方，对吧？深色的地方，然后再稍微分染一下，就出来了啊，很简单。每天晚上吃饭看，画上瘾了，工作都辞了，这个有点。你家里人不会来找我吧？看好啊，先画这个小半枝啊，小半枝荔枝。哎，平涂就完了啊，平涂就完了啊，让看上去简单。为什么呢？我说了啊，越是这种比较整的个头比较整的呢，它就比较画起来要快一些。像花瓣呢那种啊，比较琐碎、变化比较多的，它就画起来慢。所以像蔬果类的，它画起来要快一些啊。像花卉类的，它画起来就麻烦一点，是吧？正好我们这4条屏啊，2幅是花卉的，2幅呢是一个柿子，一个这个荔枝啊，2个果子。加一点胭脂啊，加一点点就行了。第一遍不要加的过重。然后同样啊，我们稍微点的有一点这种体积变化，比如说这一块这个荔枝啊，荔枝它也是，对吧？它是圆的啊，同时呢，它也是像橘子呀这种啊，剥开呢，
一股一股的啊，所以你要选择一些地方重一点，两半的感觉啊，中间这一块你看看浅一点啊，这边重一点，这边重点，中间这一块呢干了之后自然会浅一点，那么它这个体积感是不是更强一些了，对吧？那上面这个上方的地方重一些啊，现在还没有干，你看看颜色加入进去呢，正好重一点。那么这一下就事半功倍啊，事半功倍。干了之后，根据这个深浅，再用深浅不同的这个小颜色块啊，再给它点出它里边的这个壳的这个肌理就可以了。我觉得这出来半边会好一些啊，出来一点吧，因为咱们的叶子好像画的比这个原画要小一点啊，所以我让它出来半边吧。然后这块稍微重一点，对吧？哎，这边呢也稍微重一点，一样的一个套路嘛。重新找个有时间画画的工作呀。你可以先这样啊，画出它的一个形状来，然后平涂，平涂完了把颜色啊稍微积一点颜色啊。好，重的地方呢积一积颜色，这个这是这个果子啊果蒂的地方稍微积一点颜色。好了，旁边呢来一个小一点的啊，上方呢是来一个稍微堵住啊，先画这旁边这个啊，这个来个小一点的。荔枝这个题材呀，也是国画里边常画的一个题材。比如齐白石啊，就画了很多这种荔枝图，对吧？那么宋代啊，有个宋代的一张小品画里边，有一张这个荔枝画的特别经典，可以去找出来，可以看一看。那个是工笔类的啊，染的特别的细。上面藏一个，好，荔枝吉利，对，还有什么？这个都是，反正都跟，还有的也是啊，跟
跟财有关的啊，什么得利啊，利嘛，还有跟长寿、跟健康，因为荔枝对身体好啊。对保养啊，长生不老啊。我现在的颜色啊是用的这个吉祥颜料里边的这个叫上珠，上珠加红，加了一点胭脂啊，用了这3个颜色，一个上珠，一个红，一个胭脂啊。你如果是玛丽颜料呢，就是朱砂加曙红，深的地方加一点胭脂，明白吧？好，哎，后面你看后面呢还有藏着半个。浅一点。那么这一组是不是就很快啊？很快就画完了啊！这一组呢就这样了啊，画完了。那么下面我们把这个树枝啊、树枝给它穿一穿啊，这种小枝子啊先穿一下，然后呢把这个大的这个枝子再穿一下。紧接着我们就可以画小鸟啊。先把这个小枝子穿一下，还记不记得这种枝子是如何调色的呢？有没有记得的？是吧？不比较不知道啊，所以你如果有了2种颜色之后啊，做了一个对比啊，就能明显的看出来啊，并不是说哪一种不好啊，就是说更适合啊，更适合咱们画这个蘑菇。我选择吉祥颜料主要是它没有太多的这种杂质啊。我以前都不用，以前也不用这个吉祥颜料啊，以前都是用的这个玛丽的吸管装的。我怎么觉得以前的颜料好像没有那么多沉淀呢？最近几年的这个杂质特别多。我以前画的蘑菇都是用的那个颜料，也没啥问题，奇了怪的。质量不行了。那么这个枝干的颜色就是赭石加3绿啊，赭石调3绿的这个颜色啊，还记得吧？那么我正好用这个碟子啊，用这个碟子，枝干呢也是可以采用这种蘑菇的方式去画它。我没有说过啊，我不知道你从哪听说的，不是樱花画蘑菇好，我没说过啊。樱花也有杂质，那个吸管的好像，你看调一点这个花白绿啊，调出一种灰灰的一个颜色，对吧？灰灰的这么一个颜色啊，比较接近于它这个树干的颜色。再来一个碟儿，倒一点墨汁。倒一点点，不用倒多。墨汁啊用的少啊，画这个蘑菇画不是特别多。那么再来一支小一点的笔啊，小一点的毛笔，可以是一支小狼毫也行啊，小白云也行，没关系啊，都可以了。你看看，再来一个这个
小毛笔把墨调开一点点，哎，不要太重，可以了啊，这俩就行了啊。确实有老师说过，那我不知道是谁说的啊。反正一个老师一个习惯嘛，很正常啊。我们从这儿开始，好吧？从这儿开始啊。一节一节的，哎，一节一节的啊。好，那么这个你要知道啊，它是怎么个穿插啊，怎么接？它其实是这边有一个支，然后呢分两个小分支啊。这时候这个颜色非常的淡，对不对？非常浅啊。那么这个时候需要我们这个刚调的这个墨色出场了，撞一点墨进去，不要把边缘框得很死。你看，边缘哎要灵活处理。一般高手呢，他哪画的好比较好啊？它就是画面的这种虚实处理比较好，处理得当，虚实处理得当啊，层次感就非常的清晰明了啊，就不生硬，画的就比较活，对吧？好，那么这头也是。它这个地方还出一只啊，还可以从这儿再来一只。下面这个枝子的地方，你可以用刚才的这个红色，画荔枝的这个红色，毛笔在碟子上刮一刮，刮干一点点，稍稍加一点点啊，碰一点点上去，哎，碰一点点，别多了，碰一点点上去嘛。就像花的这个花茎啊，花茎呢接近花的地方啊，它那个地方也有一点偏红，对吧？也有一点偏红啊。看，那么这个树枝的这个感觉呢就比较好一些。干了之后呢，可以稍微有的地方重一点啊，可以皴一皴呢，再把这个胎点呢点一点，对吧？或者现在啊也可以大胆的把有些地方加重一点，巴巴结结的地方啊，把阴阳的这种关系处理的更到位一些也可以啊，也不要太过啊。咱们现在就处理成这样就可以了啊，可以了。
然后我们把这个枝子啊，下面呢这根枝子是比较关键的啊，里边这根啊从这儿出来，伸出这个长枝是比较关键的啊，这个长枝啊一定要画好，否则直接影响画面的构图啊。前面这块画窄了没事，那么这个长枝要舒展一点。它这还有一个小枝啊，我先把这个小枝给画了。好，下面呢，我们来画这个长枝。长枝我们可以从这头往这头推啊，从中间小鸟站着的这一块往里边啊，往里边推着画。你不要从这边直接往这边画，容易画，估计容易画塌，容易画塌。装了一点淡墨啊，装了一点淡墨。别画塌房了啊。再缩小一点啊，看不到了啊，差不多。那么我们看这个枝子，这个枝子呢，我们从这一块往里边画啊，从这一块往里边画，从小鸟站着的地方，这个小鸟基本上在指的一个中间偏左一点的地方，对吧？在指中间偏左一点的地方啊。然后高度看一下这个高度，这个小鸟站的这个枝子的高度，找准高度在哪儿？在这片叶子啊，这片叶子的这个叶尖平行的地方是吧？大致是这样的一个位置啊。所以我们从这一块开始啊，从这一块开始。因为我们这个画窄了，所以我们中间的空可能距离大一些，但没有关系啊。这个不影响，不妨碍我们画画，对整个构图影响也不是特别大。大不了咱们回头再加一点这个荔枝或者叶片啊，最后再处理。好，找好这个位置没有？它这个枝子啊是在画面的一个中间位置啊，横向的中间的一个中间偏左一点点的一个位置，高度在这片叶子的平行的地方啊。好了，那么开始。大概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位置，稍微高一点低一点啊问题不大，不要害怕。那么这根枝啊，我们稍微可以粗一点点啊，可以粗一点点。我是从它脚丫，它这个脚趾头啊，这个脚站着的这个地方开始画的。可以留一点空白，你看到没有？那么画这个枝子跟画这个枝子又不一样了啊，这个枝子要画的好看一些，要画的更精彩一点。上面有一些啊，这个结。你看推过来啊，从这边这么推过来啊，这个呢可以稍微往上一点。
往里边去啊，往里边去，不需要交代太清楚啊，回头用一片叶子挡一下也可以。好了，那么这一块啊，这一块呢，我们赶紧啊用这个墨色，该撞一点淡墨的地方啊，我们赶紧撞一撞。要有节奏感啊，这个墨的分布一定要有节奏感。说节奏感，很多同学不懂，它看似随机啊，但有一定的节奏，就跟听一首歌这个节拍一样嘛。它有几个得会踩那个点儿，对吧？所以这个墨的分布啊，有一段布墨，有一段呢没有墨，有一段又布墨，有一段没有墨啊，和咱们之前画花瓣，撞色是一样的嘛，和之前画花呀撞色是一样的一个道理。所以画花的时候，好多同学这个周围啊，这个圈都框的比较死，这是因为没有节奏感。哎，好，哎这块类似于啊河水啊，好，咚恰恰，就是动词大词这个节奏感，对吧？动词大词啊得有。来，那么这个啊，接着往下垂下来啊，接着垂下来。你看它垂的比较厉害，为什么？果实啊，对吧？比较重，所以呢垂的比较厉害，哎，所以不要还是按照这个弧度，那这个节奏就不对了。到这儿骤转，是不是像瀑布似的啊？虎口之前那一块呢比较平，哎，到了瀑布虎口这儿，直接直线飞流直下3000尺的感觉啊。稍微带一点弧度。你看这些转折啊，圆中见方，不可太圆，太圆没有力量。一些转折也是。好，那么先把这几个分支啊、分叉的地方啊，给画出来，画出来就可以了啊。淡墨，这一块啊可以稍微墨色稍微重一点点。为什么？这块是一个阴面嘛。布墨同样是有节奏感的啊，一段一段的，不要说一整段全都是有墨啊，一整段全没有墨，那不行。
这一块加绿色进去啊，加这个绿色，反叶的这个绿色，它其实是一个长长的一个什么枝子啊，叶柄，把这个绿色撞入进去一点。尖上的地方用这个正面叶片的一个颜色。根部的时候，这个颜色淡一点，浅一点，就是一个3绿的感觉啊。好，那么现在画完了啊，可以放大给大家看一看了。整体位置千万不要画跑偏啊！为什么一开始没放大？就是让大家看整体，这个非常重要。你整体位置跑偏了啊，你画的再好没用，构图就出现了大问题，对吧？你看，就是这样一个感觉啊，这样一个感觉。那么这个小鸟就扒在这一块，哎，中间尾巴过来，哎呦呦，我今天好像忘了，是不是这个群快加满了？新来的同学可以进到咱们的这个粉丝群里边啊，粉丝群好像还有几十个位置了，今天忘建新群了。新来的同学可以点击老师的头像啊，加关注。这个不需要确认啊，进来就进来了，没有门槛，没有门槛。好，那么我们紧接着呢，就把下面这一片啊，这一片呢，这个叶子呢也给它画一下，好吧？哎，下面的叶子啊，还有这个石榴啊，不是石榴，这个荔枝啊，给它画出来。画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再来画这个枝干啊，还比较轻松啊，还比较轻松啊。但是这2只鸟啊，尤其是上方那只飞鸟啊，不好画。那个啊，大家最好是能起一个形啊，最好呢起一个稿子，起一个淡淡的这个形啊。那个地方确实有难度，那只鸟害怕大家翻车。啊，陆克了！哎呀，吓我一哆嗦！我听到陆克2个字，我猛地一看，录上了，太吓人了。好，把叶片呢画一下啊。吓我一跳，现在已经造成了我极大的这种心理阴影啊，因为这个陆克的事儿。就特别绝望，你发现自己上完课没录上，就特别绝望，不知如何是好啊。对，下回要么你就开课之前问啊，早一点问，别上半栏了突然问一下。吓死我了！谁问的？不是你问的吗？对照着原图看啊，那么这一片叶子呢，它这半边有一个小反叶，稍微放开一点啊，稍微放开一点画，有点太谨慎了，一开始画的，结果给画小了。不是你问的吗？
反叶呢就是3氯加一点点赭石啊，赭石不要加多啊，3氯为主，赭石少一点。可以选择某几片的这个反叶稍微绿一点是没有事儿的啊。选择某几片稍微重一点没事儿。啥徐家班儿？这名取的。徐家寨，徐家寨感觉好听点哈。徐家班搞的，徐家寨，徐家寨有点土，有点匪气啊。送个棒棒糖压压惊。莫谷山，可不能瞎起哈，回头不让播了。他们就是类似于这个古代不是五代的时候，皇家富贵，徐家野役嘛。咱们富贵一把啊，就这个没整好，老野役，咱要富贵一把这回。徐家富贵。这明明是2个名儿，怎么会是1个老师呢？
好，重的地方再给它点一点啊，一定要再点一点。你看看，这个稍微对比一下，不然这个3绿啊，在这个比较深的这么一个底色下面呢，不是，除非染得很重，不然的话不是特别的显眼，对吧？如果是在白纸上可能会好一些。好，这边再来一片。所以以后啊，咱多画一点吃的，这个吃的比花呢好画一点，花不是特别好画。好，那里边呢，其实还有一些淡淡的、浅浅的，这些是为了把这个缝啊给填上，对吧？可以稍微浅一点的。或者有的地方啊，可以干了之后你再来补也可以。稍微加一点。好，下面呢，我们把荔枝啊，把这块荔枝给它补上啊，把荔枝补上再说，补上来再画旁边的这个叶片。哎呀，整体呢是因为这边没有把握好这个距离啊，画小了一点点。一会儿自己自由发挥，加一点东西啊，给它有点费脑子了，你看看。所以画画就是这样啊，有时候临摹着也得随机应变啊，你不能说临摹已经跟原画有所出入了啊，已经有出入了，那么现在你还不能完全照着那个画了。如果出入很大，那你就得当下就得调整啊，就开始得加东西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也是非常动脑筋的啊，要改变构图。所以有的同学交作业，你看你那个纸的尺寸，你要跟我不一样，你就不要照我那个画了啊。有的同学，比如说我上节课画的那个梅花鹿，对吧？哎，我是个长条，我看有的同学交作业交的是一个3裁的，那你还把那些所有的背景都画下来，那画面是不是梅花鹿就特别小了，对不对？你就可以节选嘛，就以梅花鹿为中心啊，节选一个3裁的大概一个大尺寸就可以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一定要灵活啊，画画这个东西啊，一定要灵活啊，千万不能按部就班的。用宣纸画皱的厉害，积水严重，那你就先让它积一会儿之后，马上给它吸一下啊。过个2分钟，你感觉差不多了，颜色啊深浅差不多了，就给它吸起来。这个我是有体会的啊，积水严重这个是这样的啊。我以前画画比较懒，画墨果没有想过要裱起来画。而且有的时候画一些大的尺寸的，那没法裱啊，所以就直接画啊。直接画呢，其实只要你控制好了，也是这些积水的地方，反而有时候会皱的地方啊，它皱的地方呢，它是凹凸不平的，一会儿鼓起来，一会儿凹下去，对不对？
那么它其实呢是能干了之后能形成一定的肌理，所以那个时候你要动脑筋啊，怎么去运用那个肌理了。那么像这样的就比较传统的这种摸骨类的啊，比如说巨连巨巢，他们那种对吧，就比较平整，包括运寿平的那种，那更平整，一点褶子没有，就像染的一样，是不是？所以有时候呢，就是根据根据这个画面呢、纸张啊这些材料的不同呈现出来的不同的效果啊，有时候要灵活的运用它，要利用它啊，怎么处理的更好一些，随机应变的能力得有。用笔呀、颜色如果在纸上吸的比较多，用干一点的这个笔呀、给它吸一下，不要用纸吸，纸吸的吸力太大了，一会儿全给吸没了，你就白画了。那个纸巾对吧？一下去，那歘一下，全让纸巾吸走了。还撒盐吸，撒盐吸是不能的啊，这绝了，学的挺多呀。你看这个荔枝，哎，底下有一点淡淡的三绿色，这个很好啊，这个三绿色特别漂亮。我们来加一点三绿，哎呦，这个荔枝画大了，这个个头画大了。这是个小荔枝，结果我给画大了，是吧？个头画大了，哎呀，忒大了啊！把旁边这个改小一点吧，反过来啊，反过来。同样呢，上面啊有些地方可以加重一点嘛，对不对？加重一点，这个体积感它就能出来啊。荔枝网，宣卡纸、熟宣纸是不是要装到塑料袋里？装塑料袋里干啥？你不用就装起来，你用就不用装起来。一般买来都有塑料袋啊，你那个卡纸买来，它这塑料袋就给你装好的，你就用一张取一张就完了嘛。它都是用塑料袋给你包好的。
这一块你看老师把这一块这个小枝子，哎，这个赭石加的就重一些，为什么？做一个区分啊，并且呢，因为这一块啊它是提着沉甸甸的这个荔枝了啊，所以呢它如果太弱呀，它提不起来。偷偷打了个哈欠，有没有感受到？没有，说明我哈欠打得很巧妙啊。这个画大了一点点会导致整个呢就会变得低了，因为它画大了，所以导致整个可能会降低了一点高度。不要完全垂到纸的边缘啊，下方边缘了，一定要保证啊，它这个底下留了一定的距离。那么下面的几个荔枝，你看颜色特别深啊，再加一点胭脂色，或者加一点点淡墨进去啊。加一点淡墨进去，再加一点这个朱砂，不要完全是这种胭脂色的感觉啊。好，其实这一颗它也是比较重的，你看里边稍微重的地方稍微点一下啊，不要害怕，趁着没有干，哎，点一点进去，是吧？那么这一颗呢，哎，也还没干啊，稍微点一点，别点多了，点多了，因为这边已经快干了，这边如果点进去啊没有干，那么干了之后呢，这块呢又有很明显的这个水印啊，所以点的时候你水头不要太大啊，不要点的太多，不要过多了。这块荔枝比较大一些，跟草莓长得差不多啊。尽量不要碰着啊，碰着了，回头再处理它吧。过一会儿再处理它啊。你可以拿个纸巾呢，轻轻的蘸一下，或者干了之后拿这个笔啊稍微勾一勾这个枝子也可以。轻轻的点一点啊，点多了呢，它就没有颜色了。好，这个给它抬高一点点，哎，稍微抬高一点。这个枝子画低了啊，我趁着没干呢，我把这块改一下，画低了，抬高一点。
是不是像草莓的形状啊？就是像这样的啊，快速的呢，把这几个果子、这几个荔枝啊，都给它画出来，杨梅像杨梅是吧？不是特别圆画的啊。荔枝感觉还是比较圆的，这个呢，怎么感觉不是特别的圆？稍微给它画圆点吧，画圆一点呢是比较像荔枝一点的。为什么不用声宣？这位同学新来的同学吧，啊，可以点击老师头像加个关注啊，慢慢你就知道为什么不用声宣了。好，很快就完成了。今天能不能把整张画完呢？今天是不是加个班，是不是能把整张给画完了？感觉有点不大可能。啊，缩小。那么整体这一块这个布局呢，基本上就布完了啊，布完了。然后呢，把这些空的地方啊，稍微再填补一下。比如这个后方，所以你要看看你的整体位置啊，看你整体位置有没有画跑偏啊，有没有跑偏的太厉害。跑偏没关系，别跑偏太厉害。好，我们再把这个叶片啊，这边的叶片，按照这个同样的方式啊，给它画一画，加一加。啊，菊妹同学来了，今天来的晚呢。你看它这个叶片呢，有一点像柳叶的感觉，柳叶、竹叶的这种感觉。
较宽啊，这个叶片。边缘可以来点赭石。一股扭，这个一卷一卷的啊，稍微给它来一来，稍微胖一点啊，不然它太像竹叶了。所以啊，上方那地方稍微胖一点。上方有一片啊翻转的，两片，一高一低，像个小飞机的翅膀一样。反叶啊，用这个3绿，这是3绿，像桃叶，对，也像桃叶呢，对，也有点像桃叶的感觉啊，就这意思。我稍微给它这个地方自己呢改一改，自己加一加。稍微自己加一加啊。它是2片这么翻过来的叶子片，其实这片它没画，它是画漏了呀，我感觉少画了一点啊。这块呢，它也是有一点这个，它应该是画漏了，少了一片。还找出一处错误来了，你看看。有没有同学看一下原图啊？看看原图，它那块这个地方啊，它光画了这个正面这一块飘起来的，但是反过来这个背面这个它没画。这片它画了啊，这片它没画，中间是个空的，是吧？咱还能挑出人一处错误来，真是厉害了，厉害了！大师画漏了一点。所以你光看呢，光看的话呀，不一定能看得这么仔细，是吧？你临摹一下呢，你就会发现，才能发现得了。你光看那根本不会看那么细啊，这一块根本发现不了。
也有可能是他故意就不画了，画完可能怕堵得慌啊那一块儿。这个呢已经是一个未解之谜了啊，咱不知道为啥。等一下啊，把这一块呢稍微画一下。你就看这一片啊，你看这片叶子同样翻起来之后呢，它应该是啊有一片这个背面呢应该是下去的，这么下去。那么这个呢其实是正面，对吧？这个包括这个也是啊，它是个正面。这边是个背面。那么这一片呢，按理说它也是啊，翻过来之后有一个背面这么下来，但是没画。有可能是害怕画完之后这一片太堵得慌啊，有可能是这个原因。具体咱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，早知道我也不画了啊！我现在画了半栏，现在是画也不是，不画也不是了。加上，给它往这边偏吧，加上吧。应该用一个这个3绿的颜色，或者3绿里边就是一开始用3绿啊，因为它底下还有一片叶子呢，它是用了一点点红色，我觉得还挺好看。那下面那一片叶子还能做一个区分。如果还用这个3绿色很难区分了这一块啊，这一块已经太密集，这个颜色要么我们加一点赭石，让它变成一片老一点的叶子。赭石不要太过啊。稍微加一点点，坚持下去啊，补上。然后这边又来一片一半绿一半红的这个叶片啊，很好看。这个叶片很好看啊，给它画上去。一片红一片绿，一半一半的啊。就是这个绿里边我们加点红吧。用错毛笔了，加点这个朱标啊，朱砂，叫朱色。不行，脏了。要用了，咱们就用干干净净的。重新，就是刚才调的，其实就是一个类似于朱砂的这么个颜色嘛。它是一半呢偏红一点，啊，一半呢又有偏的绿一点。不要太深啊，不要太红，太红这个颜色就会有点奇怪。底下呢用这个3绿了啊，底下呢就用这个3绿，3绿淡淡的啊，和这个过渡一下，相接一下。
一半啊，一半。这个一片叶子，你可以把它画成一个正面，也可以把它画成一个窝起来的啊，一个背面。什么意思？比如说这个里边啊，我再加一下，再加一个层次，那么它就像翻过来了一样啊，像翻过来一样，有点干枯卷起来的感觉了，是吧？也可以这么处理它，也可以。你也可以把两种颜色混到一块儿，一样一半，对吧？一样一半。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啊。这里边呢也不知道是藏了荔枝啊，还是说是这个叶片，稍微长了一点这块距离啊。这样好一点啊。我看看，差不多了吧？差不多了啊。那么叶片呢，咱们就处理成这样就可以了啊。差不多了。我们再把树枝往上画一画，树枝往上画一画啊。画了4小时啊，极具吸引力是吧？画4小时，画啥了？是画的蘑菇吗？那么现在画这个中间这个大的粗的树枝，这个树枝一定要注意，千万这个大小以及这个上下左右这个位置一定画的特别精准才行啊，否则上面那只鸟要么特别挤，特别尴尬，对吧？要么下面这只鸟特别挤啊，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尴尬局面。要么我们先把这只鸟画了，然后再来画这个树干，也可以啊，这样感觉保险一点，是吧？所以大家画的时候，你可以稍微的，注意一下啊，注意一下这个是怎么个划分，这树干划分多少，这只鸟呢才不会太拥挤。啊，下面还有2片叶子没画。我们一会儿把那个小鸟先画了，先画上面这个趴着的小鸟。先把这个趴着的小鸟给它画出来啊。声音听不见吗？能不能听到？不能听到换个耳机啊。这个耳机声音是有一点，可能会有一点偏小。那么这个小鸟呢，它看照片呢，你可能看到不是特别的清晰，是不是啊？不是特别清晰。你画的时候要注意啊，要能这个脚能扒得到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同学，回头画着画着，最后这个小鸟又是勉强。是不是勉强把这个脚啊是站在了这个树枝上面啊，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风险呢？你看它一个脚在这儿，一个脚在这个叉这个地方啊，那么这个头应该是偏这一边啊，偏这一边，往下面来一来，那么中间的这个树干啊位置会更好处理一些啊，在这一块大致在这一块。我是没法再大了，我已经调最大了啊，要调只能你们自己调大一些了。后画头得先画头，怎么能后画头呢？
你可以自己拿铅笔轻轻起个形也可以啊，自己轻轻的起个形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画了啊，我看看能不能，我带着大家稍微的起个形，好吧？行吧，那我看看我换个耳机会不会声音大一点啊？稍微等2分钟。这样大一点吗？这样声音有没有大一点？喝口水啊，渴了。大了哈，那我们开始了啊。先画这只鸟啊，先画这只鸟。你看看位置，一个角在这儿，一个角在这儿，那么它的一个倾斜角度是这样的一个倾斜角度啊。中间的位置留出来给这个树枝啊、树干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开始画嘴巴啊，我从嘴巴开始画起。你可以用一个淡淡的啊，这个绿色啊，可以开始用这个淡淡的这个画叶片的这个绿色，好吧？我们用这个淡淡的这个绿色，带着大家偷偷的起个形啊。那么刚才有同学说从这个后画头，那是有一定道理啊。后画头呢，它的这个好控制一下它的一个比例，因为先画身体，那么你看一看啊，它基本上是在这儿，肚子下方啊是在这儿，在这一块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身体翅膀这一块呢是在不要画太大，在这儿。一个卵形啊，一个椭圆形，同样一开始是先画一个椭圆形。哎呀，我画这个画墨骨画，我头一次从这个身体部分开始画啊。虚线，虚线，看不见吧？我放大了又怕你们画大啊，缩小了呢又看不见。你也可以用一个赭石色，也可以。赭石色是不是能明显一点？你看，身体部分对吧？那么不看脑袋啊，现在不看脑袋啊，那么它就是一个什么卵形啊？你看看这个卵形，翅膀那个地方高一点点，背部这块高一点点，然后这么下来，然后这边呢都是这个翅膀，对吧？都是翅膀，你这样看能看清吧？我也不敢画太重，回头影响我的画面效果啊。你看这样也是可以的。先把这个卵形画出来，看到没有？起形啊，起形。那么上面就是脑袋了嘛？紧接着啊，从这边开始上去，就是脑袋的一个形状。脑袋呢又是一个卵形，对吧？大概呀又是一个卵形，这样一个感觉啊。相交叉啊，这么一个卵形，两个卵形相交，然后嘴巴在这上面这个中间啊，再来画这个嘴巴。对呀，就是椭圆嘛。
就椭圆啊，嘴巴不用画太大。然后眼睛啊，眼睛它是用了，它不是用了墨线啊，它是用了画荔枝的这个特别深的这个红色，就是胭脂加一点墨，所以这只鸟啊很漂亮啊，很漂亮。在眼角，在这个嘴角中线的上方啊，嘴角中线的上方。眼珠子留了一个三角形的缺口，就是它的一个高光，这样的一个感觉啊，这样一个感觉，能看懂哈？然后上方呢就是白色的这个绒毛了，白色的绒毛，中间部分呢就是赭石色，你可以先用这个赭石色。这个赭石稍微加了一点这个什么土黄啊，再加一点赭石吧，就差不多这个颜色就可以了。感觉右上方那只多余啊，你也可以不画啊。不画也成立，反正。不要太重啊！一开始呢，不要画太重了，这个颜色浅一点。你看肚子上的这个赭石，好，那么下面呢，我放大一点，好吧？放大一点啊，这个整体的形起出来了，就不害怕了。放大一点啊。大一点，大家看得清楚一点。看我画画，我跟大家说了啊，我受这个江寒汀的影响啊比较大，明白吧？画小鸟，你看我画小鸟总是上面一笔，下面一笔，对不对？那么就是因为以前呢画江寒汀的这个东西画多了，受他的影响特别大。他画小鸟就是这样的，所以我现在一画小鸟就是这个样，很难改了。红色呢，就是胭脂加一点墨啊，配的这个眼睛啊。一开始撕的时候不需要太细，你看我水分呢还是比较大的啊，比较大的。因为上面呢它可以笼统一点。我说了，丝毛最重要的是哪撕要撕的清晰呀，边缘撕的清晰。所以呢，我水头一开始是比较大啊，全部集中在上面了。那么越往下画呢，它就越清晰越干了，因为毛笔，你看它就撕出来越清晰了，看到没有？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啊。
我没有刻意的去把它弄得很干。哎，一直啊到腹部啊，一直到腹部，是吧？然后我们用白色啊，用白色。其实白色用之前你也可以稍微用这个淡淡的这个赭石色啊，稍微整体撕一遍也可以啊。又到点了吗？好。白色啊，它这个是一点这个边缘轮廓都没有，你看头上一点这个轮廓没有，享受啊！画画这是每天直播是最开心的时候啊，最放松的一种时候。不知道大家是否是这样啊？我是这样的呀，因为白天各种事儿。画画的时候就最轻松啊，没有负担。再整一点，那么这个你可以用一点这个吸款颜料没有关系啊，不要害怕。有的同学就是一点都不敢用了，用一点没事儿，因为白色它不需要你去撞色了，对吧？那么它就没有这个什么杂质在里边啊，所以你用一点。一开始呢，你也别太浓啊，可以稍微淡一点。我们把它的一个整体感给它画出来。啊，一开始可以淡一些嘛，像这样的地方啊，哎呦，有点太浅了。一开始你别太重啊，别太重。你看，走一遍，还是有点重了啊，重了就特别的刻板，就不舒服。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得到啊？这个一定要是很微妙、很微妙的一种感觉。大家这个女同志偏多，应该比较细腻一些吧？我这一笔呢稍微重了一点点，它就显得有点厚，不舒服。其他地方淡一点啊。一定得察觉到啊，这个颜色，细微的区别，它所产生的这种给人的这种这个情感上啊，它是有所差异的，要能体会到这种微妙的变化。先铺一下，它也是有这个白色啊，有浓到淡的一个深浅变化。上面呢稍微是深一点，对吧？到这块也比较深一点。那么到了与肚子啊、肚皮相接的这块了，
颜色要淡啊，要淡一些，接的要自然，所以这个白色不能太厚。好多同学画之前那个白鸟啊，也是个绿的啊，不是白鸟啊，绿的，肚皮也好像同一种同一种鸟啊，就是画的时候接的特别不自然啊，很厚的一个白色，那是不行啊，不行。所以啊，一开始淡一点，你看像这样的淡淡的，哪怕照染一遍。照染一遍淡淡的白色，它会比较自然一些。哎，照染一下，包括边缘啊。然后干了之后，你再把这中间这一圈稍微的撕重一点。那么这个头上啊这块没画好啊，这笔重了，轻轻的洗掉一点啊。洗掉一点点啊，轻轻的。画白孔雀，白孔雀为啥喜欢画白孔雀呢？白孔雀也不难啊。白孔雀跟之前技法课里边老师教大家画的这个白鹰啊是异曲同工嘛，就是一样的，就是一样的。那我为啥选一个白鹰教大家画呢？选了一个墨的啊，选了一个白的，就是为了教大家画这种啊带颜色的，对吧？怎么处理这种白色的这种小鸟？好，腹部这个背部这一块用淡淡的这个黄啊，淡淡的这个三绿，浅一点，淡一点，沿着它背部的一个结构向上用笔，向上斜向上啊，这么点，这么点，不要点的太平，太完整啊，让它错开一点，看。看到没有？那么它就有了这个羽毛的毛发的这种起伏啊。好了，再来画这个翅膀了。那么这个之前呢，也给大家讲解过，对吧？讲解过。它为什么是这样的啊？为什么中间有一块深啊？有一块深，给大家讲解过吧？所以要知道啊，希望大家还记得。可以这样稍微勾一下啊。这样勾一下，对吧？那么到了翅膀啊，到了尾部尾羽的地方，也是这样啊，同样的道理嘛。同样，好，尾羽呢比较长啊，比较直，手要稳啊，手一定要稳。一个内侧，啊，就很快
自然而然呢它就出来了。稍微往这边接一接啊。那么里边这一块呢，也可以啊，用比较重一点的这个颜色，稍微点一下。重一点的绿。是不是很简单吧？很简单啊！这只鸟就很，咱们画了好多只这个鸟这种动态啊，类似于这种动态的鸟了，对吧？基本上啊都是差不多的这种感觉，所以呢，我感觉没有什么难度，大家感觉有没有难度啊？我觉得大家好多已经有咱们这个作业群里边啊，我看到大家交作业的有好多同学这个已经有了，是一个画鸟高手了，好多这个鸟画的特别好了已经。丝毛撕的特别细，差不多就是这样啊，差不多这样一个状态。哎，然后你再用这个颜色，用这个赭石啊，把腹部再撕一撕毛。这和我们画的太平鸟那一只，还有那个红色的那个小鸟那一只都差不多，对吧？这个动态，一般它们搭配就一个正面，一个什么，一个反面，一个背面。搭配了一只正面的小鸟，那么那边呢必然有一个反面的啊，背面的。搭配了一个正面的小鸟，那边另外一只必然是一个背面的小鸟，就它是以翅膀啊比较麻烦的这一面，一个呢是比较简单的这一面。那么这一面正面的这种小鸟，我相信大家已经画的没问题了啊。看作业我感觉大家几乎都没什么问题，只是说有的同学这个形啊不是特别的准确，那么这是一个造型能力的问题啊。那么这个是需要多练习啊，多采取这种形体的训练，你就可以把老师教给大家画鸟啊或者画动物的这种造型起形的方式，你可以单独练那一块，就每节课，比如画动物的时候啊，画梅花鹿的时候，一开始怎么讲形体，就把那一块单独练一练，单独练一下就可以了。头部这一块啊，稍微给它过渡一下。这个就是这个淡淡的赭石色啊，画树枝的这个颜色啊，其实就是画树枝的这个颜色啊，没有什么颜色啊，就是画树枝这个颜色。然后我们继续用这个颜色里面加一点淡墨，把嘴巴染一染。嘴巴呀，稍微给它染一下啊，嘴巴这个太空了是吧？稍微染一点厚度出来啊，沿着这个线，你看看，稍微染一下，走一遍，走，留一点点白啊，留一点点白。底下沿着线，哎，走一下，把前面这个尖的地方给补上。
好，小鸟的嘴巴现在实一些了。那么这个背部这一块啊，就继续用这个颜色啊，轻轻的撕一下，轻轻撕一撕。哎，不要撕多了啊，不要撕多了，就可以了。舌头可以回头再画啊，除了舌头，它里边还有个内侧呢。内侧是吧？它有个厚度嘛，它这个角度啊有个厚度，可以到时候用淡淡的这个粉红，这个红色啊稍微染一下，然后舌头也是淡淡的红色啊，稍微加一笔就可以了。好，这只小鸟咱不多画啊，不多画，咱们把这个树干呢给它画出来啊，重点呢把树干先给它画出来，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啊。那现在感觉也差不多啊，感觉呢还可以啊，就不知道这个树干加的时候你要注意，它有个小枝子，还有个粗的枝子啊。到了这个上方以后，一定要往左边及时的拐过去，否则那只小鸟不好画了。那么我们调一个刚才的这个颜色，3绿啊，3绿赭石的这么颜色画树干啊，继续。再多调一点啊，这个太少了，加点3绿啊，这花白绿啊，加一点。先看课，我眼睛都糊了。你是把小鸟眼睛画糊了，还是自己的眼睛糊了？自己的眼睛糊了就歇一歇啊，歇一歇。小鸟的眼睛画糊了呢，你就回头重一点的这个颜色稍微重新再勾勒一下啊，勾勒一下就好了。啊，自己的那歇一歇，歇一歇，别画了啊，看一看。我们从这个树的这个节啊，这个疤的地方开始啊，从这一块开始，好吧？哎，从这一块开始。好，稍微往这边靠一靠。感觉这个枝子对这个小鸟有一定的压迫感。不要画的过粗啊，不要画的过粗。不要画过粗啊。好，这么下面呢，就紧接着就开始啊转折了，就开始往这边转，离小鸟呢保持一定距离，转过来，及时转过来啊，不要压着它了。哎，不要压着它，是不是画的有点太靠这边了？这边正好啊，差不多能画下去，稍微和原画呢就有出入了，这个已经啊出入不小了啊，这个构图上面，因为原作的这个尺寸呢，应该是比我们大一些啊，应该是比我们大一些。
所以人家能画下2只小鸟。我们想画2只小鸟呢，难度略微有一点大，对吧？好，先画上面这一段啊。整个这么转上去。有3段的感觉，看到没有？3段的感觉。靠的小鸟是有点近是吧？故意的啊，没办法，只能委屈一下它，不然那只鸟空间太挤了。哎，先铺好，先铺好啊，把这个，赶紧铺上，铺上了，下面呢，我们再来用这个墨色，再来加墨。不要太重啊，干了之后呢，其实是可以进行一些皴擦，是吧？所以你这个颜色啊，墨色，特别是墨色，千万别重了啊！墨色如果太重了之后呢，可能影响还比较大。那以前我画这种树干，比如说像这样的积水的地方，我有一个什么习惯？我以前呢喜欢装一些盐进去啊，撒一点盐进去，让它这个树的这种肌理特别更强烈一些。哎，后来呢，就又不是特别喜欢了。果子的那个枝子没画，哪个枝子没画呀？哪个枝子没画呀？我说这些地方可以稍微再加一点叶片啊，加一点叶片也可以。你说下边啊，我知道啊，我先把等画完下面，上面就干差不多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先大致把上面画完，因为这是2段嘛，2段呢分开画是没有关系的啊。
甚至其实这里边可以撞一点其他的颜色也是可以的，知道吧？有的地方用我们的老方法怎么样？可以稍微撞一点淡淡的白色进去啊，我们的老办法。比如哪些地方啊，这个竖8的地方旁边点一点白色，淡一点的白色啊，千万别点特别白。之前有同学一点呢，特别的白，淡的白色嘛，淡一点啊，淡一点。像这样留白的地方啊，留白的地方，稍微给它调整一下。有的这个留白留的不是特别的舒服，对吧？稍微调整一下啊，就看情况。一般墨色啊比较多一点的地方呢，是在这个枝子的一些转折的地方啊，墨色会多一些，其他地方墨色会少一些点。好啊，上面就差不多啊，不要过多的去画这个枝子了，因为我们整体是把这个枝干呢，整体是往这边挪了一点点，害怕呀上面小鸟位置不够，所以腾了很多的地方出来。你说这个果子这个枝子没画，没事啊，我们先把这个枝干给画了，因为它是枝干是在后面，那个果子的枝子呢是在前面啊，所以没关系。等它干了之后我们再画，就是一般都是画先画，我们通常先画前面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呢，我们是要先画这个后面的，更好处理一点啊。因为这边比较虚，然后呢这边再来一个比较重一点的小枝。这边还有一枝啊，这边还有一个枝子。
画完这个四条屏之后，咱们墨骨呢就画点小的啊。这以后呢再画一点，准备如果再开这个啊，就画一点这种4尺调平了，大一点的，可能就得卷着纸画了。这个枝杈你只能是给它尽量的给它靠得轻一点了，就不要太张牙舞爪了啊。整体就得往这边缩一缩。因为这个枝杈的一个作用啊，这个枝子的作用是什么？它其实是按照我们说的3笔式的构图。你想想，这是1笔，整个的荔枝下来是1笔，那么这个是1笔啊，所以它这是一个辅枝啊，这是主枝，那么这个就是辅枝啊，这个呢是一个破枝。辅枝通常是与主枝的方向是一致的，同向啊，所以呢它是紧贴着这个枝子，对吧？紧贴着这个枝子长的。尺寸是多少？尺寸是33乘以66啊，尺寸不大。33啊，66，就2平尺啊，4尺4裁呀。所以略显局促啊，画这张。我这张本来是考虑着后期画4尺的，画4尺条的。哎呀，想攒着的。但是呢，也没有找着特别合适的呀，来配我的这个4条屏，我就算了，给它拿出来吧，先画了吧。本来想攒着画个4尺的调平的，不用核对什么星期，不需要啊。你可以不留白呀，你不想留白可以不留白啊，没关系啊。你可以像上面这个上面就留了少，对不对？哎，你也可以选择把这些留白的地方都给它盖住也行啊，都可以啊。然后底下稍微的再注意啊，用这个墨色淡墨。你看我画这些都比较随意啊，画这个留白留的也很随意，是吧？有的这个画这种树，有的人呢画这个啊，它特别碎，是一小块颜色一小块颜色，很多密密麻麻特别细的这种留白，把这个树干切分的特别的细。那么这种呢就比较麻烦一点，但是画出来效果也还不错，也挺好的。咱们这种啊就粗犷一点哈，画的稍微粗犷一点，好吧？好啊，那么这个呢，树干啊，暂时的先这样啊，先这样了。等它稍微干一干，我们把这个小鸟啊，或者把上面的这个荔枝叶给它画一画。今天感觉这个是不是容易一些啊？大家画的怎么样？我感觉容易一些是吧？新来的同学可以点击老师的头像啊，点击头像加关注不迷路，加个关注，然后呢进入到咱们粉丝群。粉丝群没有门槛吧？好像没有门槛啊，
可以进，想进都可以进。我看6群满了没有啊？瞅一眼。啊，还没有啊，快满了。新来同学啊，一定要进入到咱们的粉丝群里边啊。咱们这个课程啊，链接是在咱们1号链接，1号链接。咱们的课程回放啊，120节课高清的这个回放。那么咱们像这样的直播课啊，这个课程的内容就是咱们课程的内容啊，都在里边，都在里边。这边怎么是金属呢？这是包的一个边呢，咋能是金属呀？荔枝的寓意是什么？你才吃饭吗？你天天怎么吃那么晚？荔枝的寓意啊，大吉大利呀。比如说这个多利啊，齐白石老画荔枝，画完之后提一个多利，是吧？这老头喜欢钱，比较爱财哈。画完写个多利。我们再来一支清水笔，我们把这个小鸟肚子稍微染一下。淡淡的赭石，淡淡的赭石。购买课程的同学呢，就直接下载这个学浪 APP 啊，系统呢就是已经，只要你下载之后，用你购课的这个抖音账号啊，登录学浪 APP，就会系统就自动的给咱们就拉入到学习群里边了。交作业啊，干什么的都可以在里边，包括查看老师上传的一些学习资料。课程的资料啊，课程的回放都是在里边。你看，用这个稍微染一下，类似于上一节课画的那个摸骨的那个红鸟啊，那2只红鸟那个肚子一样的感觉啊。分2半，看到没有？哎，分2半，染的时候不要染多了，四周留一点距离。中间留一点距离，边上留一点距离，这么过渡一下，是吧？过渡一下，上面啊可以稍微往上面染一点点，别染多啊，染一点点。眼睛旁边啊，染一点点，染一点啊，染一点就可以了。哎，尾巴整体给它照一遍啊。是吧？整体照一遍。今天都画不完呢，今天都马上9点40了，画是画不完了啊，还得下一节课。这个荔枝还没画呢，这个荔枝目前还只有一个颜色呢，那里边那小方块的啊。那点起来也挺费劲啊。嘴巴稍微等会儿吧，居然没干，我不大好处理啊。像这个树干呢，你里边稍微可以装一点颜色，如果觉得这个颜色太素了呢，什么绿色呀，这个颜色轻轻的点一点点，淡淡的，不要点多了。哎，稍微点一点，还有一点稍微赭石啊，是吧？重的地方，比如说还有什么3绿啊，
是不是？调点3绿，有的地方啊，边缘的地方撞一撞，都可以啊，都可以。特别是有时候这个暗面呢，它颜色其实要让它丰富一点呢，你就可以撞一点。有的地方赭石多一点啊，再装点赭石进来。不一定非得这么保守。你看这个赭石，你就有的地方零星的有一点这个比较深一点的赭石啊，比较浓一点的赭石，它这个也比较好看。你看稍微壮一点，对吧？色彩就丰富了。啊，有的地方墨色我感觉不够重啊，比如说像这样的地方，结的地方，墨色可以稍微再重一点。这个颜色在墨的衬托下，它特别漂亮。所以稍微修改一下啊，让它变得更好看一点。你也可以撒一点盐。这块呢就是一个斑驳的啊这种树疙瘩的感觉。所以这个东西啊，就是慢慢的收拾啊。你要收拾想变化越多啊，越精致啊，就得收拾的时间更长。根据自己的感受啊，不断的再来调整它。打广告了，刚才打了一遍了，打一遍这个心里边负担没那么重啊，不打一遍心里边有一点负担，害怕没法交差呀，给自己没个交代。打完之后就好一点啊。再来啊，笔尖蘸一点点淡淡的白色，这个地方啊，我们再来一点点白色啊，轻轻的啊，微微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这块有点平，平了的地方啊，我们就需要去破它。如果你感觉哪儿颜色很平板，那需要破它。稍等片刻，我去整点小碎盐过来啊！我去整点小碎盐过来啊！往这撒一点吧。把声音关一下啊！稍等1分钟。然后拿了一点小的碎的这个盐啊，这个盐呢，其实还可以再磨一磨。你要有那个东西啊，再磨一下就更好了。就那个捣蒜的，你知道吧？捣蒜泥的那个，撒点盐啊，有点盐味儿。像这样的地方可以撒一点。特别是如果颜色比较丰富的地方啊，撒一点，干了之后比较好看。
你看这一块啊，颜色比较丰富，对吧？撒一点啊，颜色就很好看。干了之后，那么其实上面这一块呢，颜色也可以稍微给它增加一点，整一点赭石，来一点赭石色。你看画画呢，就是玩啊，其实你要把它当玩一样来，想办法把它玩好了。因为这一块我感觉不是特别好看，所以我再调整一下这一块啊。大盐那一颗大盐就把这一块这个全把颜色吸跑了，你这才多大面积啊？怎么能用大盐呢？大盐你配合大画可以啊，配合这种小画你就得撒小盐了，知道吧？不要撒大盐啊，大盐那个花太大了，撒出来不好看。不要撒太多，少撒一点，最好再磨成那个小粉状，撒上去更好看，是吧？这说明这是听说过没干过啊，你是干过这个事儿你就知道了，都是听说过，是吧？不好了。盐越粗，它吸的这个颜色吸的越多，明白吧？就把这一块的颜色全吸走了。今天的课我下课之后就会上传到这个学浪 APP 里边啊，但是你能看到也得明天了，今天晚上估计看不到了，它得审核，审核时间挺长的啊。好，不再动这一块了啊，不动了。我们现在把这个小鸟呢仔细的给它画一画啊，这块刚才染色染的有一个水印，稍微的给它染掉一点，清水笔轻轻的蹭一蹭，把水印给它蹭掉。好，下面我开始画这个小鸟了，仔细的画小鸟了。那么可以白色啊丝毛，先用或者先把翅膀画出来也行，比如翅膀。那么翅膀它整体是一个灰灰的一个绿色，对吧？就是类似于三绿的这么一个颜色啊。你可以用这个三绿色呢，淡淡的三绿色，加一点点黄，或者加一点点淡淡的赭石啊，都可以。把翅膀啊整体的先照染一遍。整体先照染一遍啊。好，然后丝毛呢，我们还是从头开始撕，从头开始撕。今天画不完呢，我倒是想画完的，画不完呢。笔尖调一点白色啊，调白色。那么白色也不要太干，要适中啊，千万不要过浓了。过浓了画出来特别的呆板啊，特别呆板。我们从这个脑袋这一块开始撕毛啊，从脑袋这一块开始撕。我稍微放大，再放大一点吧。
放大一点啊。同样是从这个地方啊，从这个地方，无论是用色还是用墨还是用白色啊，都是一样的。围绕着方向，它的头部的一个结构。这个白色最好是能画出，深浅来啊，深浅来。因为我们之前用其他的颜色，如果是一只其他的颜色的鸟，我们经常讲这个边缘地方，老师说了要虚一点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是白色边缘地方啊，也是要虚一点，就是说颜色要不要那么白啊，不要太过于太白了。同时要注意丝毛的一个方向，很多同学呢还是丝毛没有方向啊，丝毛找不着方向，它都是平行的啊，都是直线。那么到了边缘地方，到了下面呢，它是带一点方向，它就更自然一些啊。你看，这个下巴这块，它也是有方向的，对吧？白色可能看的不是特别清晰，如果是其他颜色，你就能看得很清晰。你看，往下来了啊，紧接着要转过来了。同时往下来的时候，这个白色不要太浓啊，不要太浓，逐渐越来越淡，越来越浅，那么才能与这个肚子部分进行一个很好的融合，否则呢是比较生硬的。那么这也是一个难点啊，也是很多同学画的这个小鸟都挺好，就是这个白色两个颜色进行相接的时候，特别的生硬啊，特别生硬。那么我们继续往下撕，过渡一下。你只要不是特别的厚啊，不是特别的浓，基本上都能过渡好，对吧？基本上都能过渡的很好。好，肚子这一块开始，边缘的地方啊，开始撕。那么这一块的毛要比上面头部没有那么白了，是不是啊？没有那么白啊，没有那么白。我现在是毛笔拿的比较高啊，一种快悬腕丝毛的感觉了。为了不挡着，还有因为这边没有干，我胳膊放不上去。对吧？带一点方向，带一点弧度，它这不就好多了吗？它不会太僵硬啊。所以呢，不要都是直的。然后上下呢，它层次上又有一些交叉重叠，对吧？这些都要做到啊，都要做到。
往外边你看看，翘得更高一点。紧接着到了这个腹羽了，尾部的内侧的腹羽啊。这一块要白一点啊，这一块要白一点，稍微笔尖呢再蘸一点啊，稍稍再蘸一点，浓一点点的这个白色。然后这个边缘啊，边缘呢，你看看这个地方，因为开始教大家起形啊，这个颜色呢有点重，然后给它盖住。哎，然后肚子部分怎么办呢？这块颜色还不够啊，还不够，再来，再染一下，或者再用这个颜色再撕一下啊，这个赭石色，淡淡的赭石啊，不要太干啊，不要太干，湿一点没事，就连撕带染的。哎，连丝带染的这种状态，你看都点下去了，对吧？这不是撕了，直接就点下去了，连点带染啊。这边也是，颜色多湿一点没关系，一开始你可以直接点下去也可以，你看，直接这么点下去，一开始啊，边缘两头往下，有一点丝毛的意思就可以了，再往下，丝毛的这个感觉越来越强烈啊。翘起来，上面翘起来，哎，翘起来一点。看到没有，翘起来了吧？底下细一点啊，细一点，就不能这么粗了。它就毛茸茸的啊，毛茸茸的。边缘的地方稍微挑一点啊，挑一点。底下这一块稍微挑一点。是不是？笔尖再蘸一点赭石啊，再把尾巴再染一下。漂亮是吧？是吧？
回头眼睛啊稍微再加重一点呢，加重一点更精神一些啊，更精神一些。什么？把谁手拿走？把手拿走啊！对，课呢买了之后呀，要慢慢的看啊，反复看，多看一看，看看咱们的喵丸子同学，杜姐啊，杜姐进步飞快啊！她一开始呢一开始买了我的课，她是第一个买我课的人啊。一开始我不认识她的，她最早我都不认识她，她是因为完全是来了抖音之后才认识的。她是第一个买过我课的人，买完之后有段时间呢，她还因为之前的什么这个技法课啊，也大家手里都有，完了她还总画那个抽时间画那个技法课的那些工笔啊、墨骨啊等等那些东西啊，画完给我看，我说，我说如果是画工笔墨骨啊，就没有必要再画之前的了啊，之前那个课程的了。那一开始他也不知道为啥。啊，没有什么可比性啊，对吧？虽然那个课程呢，也是我这么设计出来的，但是我这个课程这个含金量会更高一些，因为那个课程毕竟它是有一些条条框框啊，有一些条条框框限制了我。我这个课程就没有任何条条框框限制我，对不对？我想怎么设计就怎么设计，我肯定是最好的东西啊，全部拿出来了，并且还是我自己亲自教，对不对？之前那个呢，也不能所有课都我上，对吧？我只上了一些难度比较大的课程。肚子这两边啊，可以稍微再重一点。对啊，花下课挺厉害啊，他每节课竟然都让他跟下来了，他真是挺厉害，手快，手挺快啊。下次非得画个难度大的，让他跟不下来。好，把这个小鸟啊，底下这俩翅膀啊，这个颜色稍微给加重一点啊，加重一点，就是有一点，它好像是颜色比较深一些的这个绿啊，或者是深一些的这个赭石啊，说明他不点赞，这个分析的很正确啊，分析的也很有道理，是吧？说明他有可能是真的没有给我点赞的。思路清奇啊，思路清奇啊。现在是一个淡墨色啊，我调了一点淡墨，对，现在是调了一点淡墨。对，主要是这个课咱们有人老师给你点评作业啊，那个没有点评作业，那相当于自学了，对吧？自学你也不知道学的好与坏啊，就搞不清楚了就。再把这些重的地方稍微再勾一勾，撒盐撒上去没效果不明显。撒盐的话，需要底下这个水分大，它才能够明显，它才能够吸收。稍微勾一下啊，那么底下的这些呢，稍微重一点，这个层次。就2层啊，就2层，没必要画的太多。
啊，这2层就可以了。上面还是用这个绿色来点一下，最上方的还有第2个，绿色点一下就可以了。这两同学都没时间更画的，喝点水吧，好渴呀。画画的时候就是得特别静啊，特别静，特别画墨骨的时候啊，你就有的同学慢慢的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了，一开始也是这个花这么长时间受不了，对吧？时间太长了画不下来，现在慢慢的他就能够享受这种啊，因为交作业的时候大家都会发一些自己的这个一些感受啊，连同作业一起交上来啊，自己最近画画的怎么样的状态，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。有的同学就说了，现在逐渐慢慢的能够静下心来画了，能够享受啊这个慢慢的一个过程啊。有的同学这个墨骨画一连画4天啊，当然了，4天不是整天的，断断续续的嘛，因为谁也没有完整的时间来画，对吧？断断续续的画了4天，画一张画，但是最后的效果也挺好。这个就是进步啊，就是转变。那么就是咱们学习国画的一个修身养性啊，慢慢的真是达到了这个境界了，对不对？这样修身养性，那么这是成功了。好，这只小鸟呢就差不多，暂时这样。我们把这个羽片这一块分叉的地方啊稍微勾一勾。那么什么分叉的地方，千万可以用淡墨加一点这个绿色，千万不要勾太多了。有的同学类似于这种皴的方法在画，那么一根一根啊要非常的干脆利索，你看。不需要太多啊，不用太多啊，这个还没有干，还有点没太干啊，是吧？不需要太多，别勾那么多，多了呢它就没意义了。稍微来一点点啊。对，你就享受这个过程是最重要的。其实画写意画一样啊。稍微强调一下，舌头，你可以用这个曙红，特别淡的一个曙红色。特别淡的曙红色，舌头不要太长啊，短一点。短一点，是不是啊？没关系啊，作业交少了没关系啊。最近我这个作业好多没了，目前是1群的，今天我又点了一下1群的作业，差不多了啊，差不多让我快点完了，还有10来份。2群呢，我数了一下，还有50多份，3群10多份啊，我争取这2天给大家点完。
已经赶不上大家交作业的速度了，我点作业已经赶不上了。好，我们把这个翅膀上的这个小开片呢也给它画一画啊，轻轻的，还是这个颜色，你看到没有？斜着，不用画的太多啊，不用画的太明显。有些粗一些，有些细一些。是吧？有些粗一些，有些细一些，哎，朦朦胧胧的这种感觉啊，千万别画过了。有同学这个画的特别重啊，不要画的特别重。你看看这部小作品啊，又快完成了，是不是很好？眼珠子呢，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颜色啊，下面留白的地方。整个给罩染起来啊，底下的颜色浅一些，上面的颜色呢会重一些。你看，底下的颜色浅一些啊，里边瞳孔的一个颜色重一点。有的同学这个眼珠子画小鸟，老是留白，他那个留白留特别大。那我看作业啊，好多同学这个留白留的特别大，是不是啊？就像没有眼珠子一样啊，千万不要这样啊，千万不要这样。白色你可以留的少一点啊，不用留太大，好吧？好，小爪子，它是个白色的爪子，这只鸟这个爪配的是一个白色的爪子，哎呦，应该是如果有葛粉呢，哎，喵丸子同学这个有葛粉呢，回头用葛粉来点，会更好看一些啊。可以先用一个什么颜色呢？先用个淡淡的这种灰绿色，我们先勾一下吧，把这个爪子先画一下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用这个，如果有葛粉，用葛粉点一下；没有葛粉呢，只能用太白点了。葛粉点出来效果应该不错，我看它那个白呀，特别的突出，可能是类似于葛粉。好，干了啊！干了，我这手可以放上面了，不然手老是悬着的。小爪子，这后边其实还有一个，因为是白色，我估计看不到。正常来说，它这个地方是有一个的，啊，前面的在这儿。要高于这个树枝啊，要点的高于树枝。有一个小腿的感觉啊。
干了之后，我们用这个白色啊再点一下。干了之后用白色点一点，白色点一点，等它稍微干一点啊，干一点。那么这一节课呢，咱们主要就画这么多啊，加这个小鸟。然后下一节课呢，把荔枝细节的处理给它处理一下，然后呢，再把上面那一只鸟，上面那一只鸟呢，可能会比较费时间一点呢。对，本来是说不点了，实在是太累了。点评作业每一次一点都得最少得2个点，还点不了多少。一看到嘛，又想说，对吧？你看到哪有问题，你也不能不提，又想说，一说有时候1分钟过了啊，2分钟，有时候2分钟都不够说的，3分钟，有时候3分钟说完了，又重新再来一条，又说一，又点一条。本来确实是有一点这个想法啊，但是反正大家，对吧，都是比较信任我，那我尽量是做到啊，自己在自己的范围之内啊，给大家都点了吧。好，我们把这个小鸟的白色，用浓一点的这个太白啊，浓一点的太白，很漂亮啊。哎呦，没干，再等等，蘸一下，不需要那么重，那么明显。然后稍微勾一下，不然显得单薄。勾的话就有点勾不动了啊，太厚了，白色啊太厚就显得勾不动。小爪子，露个白色的小爪，啊，可以点一下，精致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很精致啊？啊，飞禽走兽啊，对，花的时间比较长啊。其实我这个课程啊，就是时间还挺久，每节课的这个时间呢都挺长的，是吧？
那么今天咱们课就到这儿啊，同学们晚安，拜拜，拜拜。